朋友们，香港鸿福苑那场火不仅仅烧的是楼，更是烧向北京，烧向第一家庭，并烧到了习近平的脚下。159具尸袋背后是权贵家族的黑洞，是中纪委的倒戈，是军方的重组，是元老的逼宫。有人说这是2012年的重演，有人说这是中共内部最后的清算。但更多人看懂的是，10年来从未被撼动过的那个习近平，这一次真的危险了。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叶婷。香港鸿福苑大火烧掉159条命，也烧穿了香港与北京的黑幕。石山在微雨双潭里开门见山，这场火的直接凶手不是谁，是那层见火就着的绿色尼龙网。按香港法例，防护网必须阻燃，但民间检测显示熔点仅180摄氏度，而合格熔点需450摄氏度。材质属最廉价、最易燃的聚乙烯加聚丙烯，火一烧就喷黑烟、滴熔胶。更惊人的是，供应商名叫北京民力商贸有限公司，法人代表彭丽娟，被指是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的亲妹妹。自媒体人江峰更点出，这批夺命网背后是彭氏家族与张珊珊企业链的共同操盘。合格证据竟来自美国宾州实验室，而股东之一与核酸女王张珊珊家族相关，而张珊珊被指是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的妻妹。材料成本8元卖给香港48元，暴利6倍。红叶建筑以3.3亿港币夺标，而同样工程另一家报价仅1.8亿。那么香港大火烧到的不光是楼，更是中共红色权贵的利益链，甚至是利益链顶端的第一家庭。灾后北京第一反应让李家超辞职，但12月3日记者会上，李家超对外媒那句调查到底，打破利益藩篱，不论涉及任何人都疑问到底，追责到底，让真相水落石出，这句话让整个北京空气瞬间凝固。因为任何人3个字在中共体制里就是指你们皇亲国戚。李家超第一次公开向北京摊牌，你们闯的祸不是我来背锅。这个反常的强硬态度让整个中南海忽然意识到，香港这把火已经失控了。最让北京震动的不是香港，而是中纪委书记李希突然消失10多天。这人在习近平眼里向来是刀把子、斩马刀。江峰在节目中道出李希的底色。李希虽然现在被视为老习的刀把子，但他起家是在陕西，曾是赵乐际的秘书长，更是王岐山一手提拔起来的干将。在中共的派系光谱里，他从来就不是纯正的习家军。现在看来，他极有可能是元老派安插在老习身边埋得最深的一颗暗桩。更有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，印证了这场博弈的惨烈程度。江峰认为李希不是被查，而是反水，正在北京西山指挥所由张又侠全力保护。更惊人的是，他在提审与彭氏家族、马新瑞家族有关的关键证人当中，最核心的一个人是马新瑞的贴身秘书，掌握数十亿现金流向的李光禄。但近期海外网上传闻李光禄突然死亡，江峰断定这不是死亡，是灭口。因为李光禄知道马新瑞与彭氏家族的钱怎么流，他是马家与习家之间的人肉运钞车，他一旦开口，70亿黑洞立刻穿透到中南海。而李希正准备提审，根据时间线，习派抢在李希之前先将李灭了口。
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表示，李光禄原是一名警察，马新瑞到广东担任政法委书记时被选为秘书。李光禄利用马新瑞担任深圳市委书记、广东省省长、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职务期间疯狂敛财。有一位浙江籍老板一次就运了一车现金送到李光禄指定的广东某处，李光禄涉贪金额超过30亿元，深铁原董事长辛杰也卷入其中。旅澳自媒体人蒋网正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版本。他12月4日爆料称，马新瑞白手套的新加坡、香港关联公司流水、个人流水已入境，马新瑞应该是当代和珅，1000亿肯定是超了，现在是几千亿的贪腐问题。此前蒋网正说过，马新瑞的老婆荣丽打着彭丽媛办公室的旗号做了很多事情。他4日发帖感叹，马新瑞的贪腐都是1000亿级别的，就是不知道和彭丽媛是怎么分的。香港的房地产项目近200亿，利息掉进去有多深？黄坤明搞利息搞了2年都没弄出门道来，利息倒查黄坤明老婆邱平，马新瑞老婆一脚把利息送入泥潭。言外之意就是李希是被马新瑞案所牵连而被调查了，这才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。这件事标志着为保命，刀把子也开始倒戈或贪腐了。习近平第一次失去对反腐系统的控制力。很多人以为张又侠最近与习近平破冰了，但在香港大火后，局势却又完全翻转。海外与北京内部多方消息指向，张又侠不是挺习，而是在反习。他的角色从中央军委副主席变成军方实权派代表。江峰认为，他之所以敢保李希，是因为军中大部分将领不想再被习近平清洗，火箭军、航天系的大案一个接一个，军内怨气积了太久。而李希掌握的证据如果上升到军内涉案，习近平对军方的威信就会瞬间倒塌。张又侠这一次动作已不是派系之争，而是军内为自保而向习近平开的第一枪。更大的风暴则是蕴藏在中共的权力核心钓鱼台。江峰爆料称，10月30日深夜，多名重量级元老秘密现身，胡锦涛、温家宝、李瑞环、曾庆红和军方代表张又侠。老人们一致认定，现任常委结构已无法应对大陆局势，必须提前召开中共21大，处理最高领导接班问题。这一决议被中共政治局常委投票拒绝后，胡锦涛说了一句话，他们以为我们只会走程序，那就让他们看看不走程序会怎样。这句话或是指，若常委反对票太多，那就让反对票变少。那么谁会是那些被减少的票呢？第一个，蔡奇，他掌握掩盖彭丽媛家族70亿洗钱黑洞的证据。第二个，李强，背后是习近平的枝江新军、浙江旧部工程利益链。第三个，丁祥，习近平的第一秘书，掌控核心文件。如果这3人中倒下2人，中共21大提前召开就成定局。而这是胡锦涛的真正目的，不是夺权，而是阻止国家被拖入更深的黑洞。那么大家就看到了现在的画面，香港李家超反抗，不再听命北京，中纪委李希失踪，倒戈，习的刀把子已反噬。军方张又侠不再配合，掌握真正武力的人站到对立面。元老派胡锦涛启动逼宫程序，10年未见的老同志干政再次出现。习家族、第一夫人彭丽媛家族与习远平家族的张珊珊的利益链浮出水面，第一家庭暴露在聚光灯下。
这是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局面，不是一个人反袭，是整个体制在反袭。江峰说得最干脆，这不是香港的火，是中共内部的火，而习近平正在这团大火的最中心。北京现在的气氛非常微妙，党内觉得习带不动中国，军内觉得他杀得太狠，地方觉得他让经济崩掉，港澳觉得他把香港毁掉。第一家庭卷入爆料后，连道德高地都失守了。一位北京老干部的话流传甚广，习近平现在慌不慌？他不是慌，他是终于知道什么叫孤立无援。香港大火只是烟雾，真正的火正在北京，正在中南海，正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室里隐隐灼灼地燃着。这是一场利益清算、权力的报复、军方的反扑、元老的回归，以及一位10年不受挑战的领袖第一次感受到权力反噬的恐惧。朋友们，这场火恐怕还没烧完，也许将来烧掉的会是谎言、贪腐、白手套、黑箱、派系平衡，最后也可能烧到那张写着核心地位不可挑战的党章。真正的试炼才刚刚开始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